他刚被何晶当众扣上黑帮老大的帽子，转眼却在北京大会堂满面春风迎接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左手握着93阅兵的检阅权，右手高唱中新友谊的赞歌。这幅高度违和的画面，是权力稳固的宣示，还是失势之后的粉饰与表演？官媒连番炒作即将出席阅兵，急于止血失势传闻，但越是造势，越像一场剧本。真正的博弈在红墙背后翻涌，而台前的他只能强撑到底，只要聚光灯还亮着，他就得撑场演到最后一幕。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新华社今天报道，习近平会见了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说中新合作硕果累累。从官方公布的照片看，黄循财满脸堆笑，习近平也和颜悦色。习近平高兴什么？是刚刚拿下93大阅兵的检阅权吗？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妻子何晶不久前暗示习近平已经是孤家寡人，并送上一顶黑社会老大的帽子，引起世界舆论热议。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难道习近平不知道吗？加拿大时政评论员丁律开认为，习近平见黄循财应该是面子问题。这是为了消除前一段时间新加坡总理的夫人说他是黑社会老大的这个负面影响，这个应该是一种门面上的操作，说明他特别在意这个事情，特意去让李强把新加坡的总理请来跟他见面，否则他没有必要特地去见他呀。他是总理，习近平他是国家主席，两方面这么对等。还有人猜测，习近平被官宣将出席大阅兵系列活动，发表讲话并检阅部队，习近平是否大权在握还是个问号。跟新加坡搞好关系应该是中南海的策略，这是他们向海外转移资产的一个重要通道，甚至目的地。习近平和颜悦色接见新加坡现任总理，应该是中共集体做出的一个决定，这关系到中共权贵集团一致的利益。这件事他个人说了不算，只好自己受点委屈了。早在2014年1月，纽约时报就报道了中共权贵在海外藏有大量财富的消息。华尔街日报2021年2月23号报道，中国私募股权公司博裕资本联席创始人设立新加坡办公室，该公司的部分业务也已从香港总部迁至当地。博裕资本的成功得益于江泽民的支持。公司的联合创办人童小萌近期获得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在当地一家同样名为博裕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另一名联合创办人张子欣据信也已移居新加坡。博裕资本2010年成立于香港，联合创办人除了江志成、童小萌和张子欣外，还有已逝的张雪征。报道说，博裕资本10年来将江泽民派系拥有的政治能量转化为巨额的商业财富。博裕资本还获得李嘉诚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的投资。何晶自2002年5月起担任淡马锡执行董事，自2004年1月起兼任 CEO。 今年4月21号在脸书转发了一篇评论文章，说习近平像黑帮老大一样行事。何晶为人一向非常低调，身份也非常特殊，是新加坡举足轻重的人物。据时评人恒河分析，正因为何晶平时低调，且有前总理夫人的头衔，转发文章更有可能是为他人代言。一种可能是为新加坡在美中关税战中站队，同时向东盟国家喊话不必配合中共。第二种可能更像是知道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已经尘埃落定，习近平已经失去主要权力，而且高层希望习近平为中共的外交失败负责，才放心转发不怕得罪习近平的。至于他怎么知道的，作为前总理夫人，100%国有淡马锡控股的前掌门人，又是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顾问，
在中国大陆政商界高层朋友不少，得到的应该不是小道消息，而是更有可靠的来源。何经是做事应该有自己的底气，有媒体人也从侧面嗅到习近平大权旁落的气息。账号南阳辉书6月21号在 X 平台发文说，6月18日，中共证监会官网发布陆家嘴论坛图文报道，显示在论坛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央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王江、中共证监会主席吴清、上海市市长龚正、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共同为中国资本市场学会揭牌。以上官员除了陈吉宁是副国级，王江、吴清、龚正均为正部级，只有胡海峰为副部级，且民政部职位历来被认为是属于闲职。前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姜维平指出，此报道透露的信息释放出了习近平已经大权旁落的政治信号。姜维平认为，如果现在胡锦涛、温家宝说了不算，陈吉宁怎么可能通过这个揭牌来让胡海峰露头？他表示，这已经露馅了，习近平大权旁落100%，海外媒体的分析是对的，只是习近平不想下台，在硬撑着。老人党和习近平之间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四中全会将会分晓。这个会要拯救经济，要推出最强阵容，要给习近平收拾烂摊子。至于习近平成了大阅兵总指挥，丁立开说，这个说明中国内部博弈很激烈，而在各种考量中，各派势力都在放风造势习近平也在放风造势，不想下台，不想交权，所以他是在出王炸嘛。他摸进来，对方就是想让他和平下台的这一点，就是拼命在反扑，就是造势嘛，就不想下台。国务院不负责大阅兵吧，这个是军方的事吧，所以他不是军方是国务院李强管的那个首席他可能就听习近平的呗，这个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张玉霞可能并不一定愿意这么做，但是他不可能就是一口咬定8月底好像能召开四中全会，或者是在四中全会上真能把习近平推下台，这个就不一定所以两方面都在博弈嘛。有网友似乎等得有些不耐烦了。账号唐夫今天上午在 X 平台发文说，藏着自己的银行账号不作声，还把老百姓的医疗费不当回事，就去做这些耀武扬威的空事，这蠢货兴趣大的不行，隔几天下台，等大家来指指点点的批判才是结局。海外论坛品聪今天也热闹起来，对习近平是否复活各执一词。有人说，习近平简直就是打不死的小强，哪个说我大权旁落了？我仁我善我温良说，中南海其实是一个混沌亚空间，里面发生的事情不是现实逻辑所能解释的，从外部观察其在现实时空的投影，往往能得出一个奇特的结论。真实姓名说，四中全会习没下台，解释如下。说法一，本来双方都谈妥了，然后习又反悔了，习策反了反习阵营或者说中立阵营的某某某，于是打了反习阵营一个措手不及。不过大家不要担心，这只是习想要更优厚的条件罢了，大局还是反习派掌控。五中全会时，习会下台。有人会问，为什么反习阵营会这么纵容习反悔？这是因为反习阵营还是不想撕破脸，还是想着保住中共。说法二，本身习都可以下台了，但是面对这个烂摊子，本身推选好的汪洋不愿意接班，所以说反习派还得再找人接班。反习派希望习再担任一阵子总书记。说法三，习本身是因为身体不好才放权下台的，现在习的病治好了，请的是民主党推荐的美国医生威尔逊·爱德华兹。习病好了，
很多决心反习的人又重新投到习的阵营，造成习暂时大权重新掌控。说法四，习已经病得不行了，活不了几个月了，所以说反习阵营决定让习死在任上，这样避免习派的反扑，习亡于任上。你们不能怪谁吧？其实海外舆论都知道，习近平的统治进入垃圾时间，很多人在讨论后习时代的中国，人民应该如何抉择，这关系着每一个人的未来。你有什么想法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